好燙，好燙，好燙！啊，牛肉湯，哎，你也拿了牛肉汤。你好像只要来台南的飯店，你都一定會吃牛肉湯。我有發現，台南真的很棒哎。雖然說整個是滿地的古蹟沒有錯，但是我覺得他們最棒、最棒、最吸引人的地方就是他們的美食。台南的美食是真的很棒，真的。台南的美食又有另外一個問題是，好吃的總是藏在巷子裡。台南人最喜歡說，我家巷口那間最好吃。對，而且在巷弄裡面又有另外一個缺點，就是不好停車，所以我們在開車的时候，小吃要去尋找，真的會造成一些阻礙。对啊，我今天就想說，如果我們開車的話，想要吃一些好吃的美食，是不是就造成困擾？但我今天想要來找找看，在地人常常說的我家巷口那間最好吃的美食，你覺得怎麼樣？可以啊，但是就像我剛才講，交通問題要想辦法解決。那你去想辦法不就好了？停車嗎？好像也不是不行。骑機車標配都出來了，墨鏡、皮衣。不是啊，會冷欸。噔噔，哇！洪嘉騰的 EV-CY，看起來很舒服哎。不是啊，你这些穿搭，你站在這邊跟他超適合。沒有，我也蠻適合的。我突然意識到，這個叫做命中注定。什麼叫命中注定？注定要騎這台車哦。這台啊是由台南的車廠洪嘉騰所打造的換電級跑旅。因為在台南一定要就地取材一下，沒錯沒錯，我們騎台南的車嘛，對不對？非常的應景，連機車都就地取材了。這台車我覺得最厲害的地方就是在全台灣的換電機車市場來說，大部分的造型其實都是比較受局限的，可是這輛車卻塑造出了這一種跑旅的身軀。所以它是電動車，對，而且是換電式的，看不出來耶。你會覺得好像是那種大洋重機，沒錯。而且它的造型之所以這麼獨特，對啊，有一個重點就是它是由韓國的 DogStation 設計的車型，難怪我覺得它的時尚感就是不同非凡。而且你看它坐墊不管是前面還是後面啊，你们兩個坐上去就是會很舒服的感覺，非常適合長途旅行。沒有錯，這就是跑旅的優勢，前座後座都可以坐得非常的舒服，而且拉了一個比較長的車身，讓我們在長途旅程當中你也不會覺得太過疲憊。這就是為什麼我會說這台車可以是市場上的一大革命之作。那這種巡航型座駕其重點絕對並不只是車子的造型，配備也必須要有所提升，這樣子還符合該有的定位。舉例來說，頭燈的部分跟汽車同級的 Class D 的 LED 頭燈，方向燈也是漸進式的設計。尾燈的部分呢，則是採用一體式的星環尾燈。另外，不只是要坐得舒服，同樣也要騎得舒服。這輛車的座高只有730mm，像我們這種身高也不算太高的人，騎起來你不會有太多的負擔，腳放得到地上，而且非常舒適的騎士三角。另外，我們腳掌放置的位置有一個斜踏的設計。那這些組合呢，讓這輛車如果要騎回台北的話，也不是問題的問題。我是覺得我們先騎騎看好不好？先在台南感受一下嘛，不要那麼着急呀。是，太急了。不過我有發現它跟同級的車款有一些不一樣，就是它這樣一個凸起的造型，到底是要做什麼啊？我知道了。它也是讓我們這種身高比較小只的女生可以這樣騎車的時候放在上面，對不對？啊，不是把你放在上面，那是讓我放飲料的啊。你看到的這個，我覺得是這整輛車美學最重要的地方，就是它有龍骨造型的板件，是許多的同級車缺乏的一點哦。當然，很多人喜歡平整式的踏板，那但是就會在車身線條上面做出了一些限制，而擁有的龍骨造型，整個車側的線條會更加的優美。另外，藏在線條之下，就是他們特別設計的高規結構強化車架，所以並不是只是外形獨特而已，在騎乘上面可以感受到剛性的不同。那原廠呢也並沒有浪費這一個龍骨造型的板件，中間打開其實是具備置物功能的，搭配前方的置物箱以及坐墊下方的車廂，這三個就是整輛車所設計的置物空間。所以呢，我連拿飲料都特別的從容。天哪，匆匆龍，這樣聽完你介紹，我都期待了起來。趕快啊，你來載我啊，我們去吃美食啦！好啊。
剛剛才吃過，現在我們又吃，你不飽嗎？中午了啊，吃午餐很正常啊，而且好久沒有來吃了哎，川太號虱目魚丸。好久沒有來吃？這不是我第一次来啊，之前啊有一個台南在地的妹子，她就刚好住在附近，帶我來這一間她家巷口的美味料理。但她怎麼會有妹子想要帶你來吃啊？怎么不会有妹子要帶我來吃？很多妹子會帶我來吃東西。好啦，覺得他們點餐也是蠻特別的。你看它這個是綜合的，因為不要讓消費者在點餐的時候想要吃各種不同的湯，變成桌上好幾碗，所以可以綜合起來點。像我就是點魚皮湯，再加上綜合碗。所以你就可以全部都吃到。對，就是我想吃的一碗裡面一网打盡。我個人是蠻喜歡吃魚皮，可是魚皮好吃就是在於它要連着一點點虱目魚肉，再做出事前的處理，才會有獨特的口感。像我這個的話，因為我個人喜歡吃脆腸，所以我有點了他們的脆腸跟脆丸。他们的脆丸是什麼？它長得超級特別，很像腰果，對不對？從來沒看過哎。這個就是它厲害的地方了。川太號虱目魚丸，老闆名字有個太字。對。那川字怎麼來的？就是從他的師傅來的，阿川虱目魚丸。除了脆丸就是虱目魚丸做成腰果形狀之外，還有蝦丸跟肉丸形成的綜合丸湯，所以他就這樣子繼承了他的這個名字，這樣傳承下來。不但是傳承，同樣也是台南人在地的回憶。哇，那我們現在是不是要開動？我現在蠻好奇的，有些虱目丸超大顆，但這種小小顆就是非常好入口。你現在知道為什麼叫脆丸了吧？你有聽到我嘴巴裡面很脆的聲音是不是？等一下，大驚豔哎！令人驚豔的口感。它的湯，你不要看它這樣清湯寡水的，它超級好喝，非常有那種鮮甜的味道。那你試試看它的脆腸。它吃起來很滑順哎，為什麼會這樣？就是這一些細節才會讓它的料理獨樹一格，甚至2025年還獲得米其林必比登推薦。所以這一間其實已經是米其林名店了，我好怕沒有位置，你知道嗎？對啊，天哪，我們好幸運哦！好飽哦！早知道我們早餐就不要吃那麼多了，等一下晚餐怎麼辦？早餐是你吃的多，我還好，但誰跟你說下一個就是晚餐了？不是嗎？正常來說是啊。這是台南的，我當然要吃下午茶啊。還要吃下午茶？接下來啊，我會帶你去吃，算是我認為比較傳統的甜點。但是呢，因為這裡是台南，天氣比較熱，所以同樣的它是吃冰。這就對了，我剛剛還在想，你跟我心有靈犀啊。好，哇，這車這麼大台，感覺很重哎，你這樣很難移吧？如果是一般的車款，確實會有這個問題，但是別忘了它是電動機車，所以呢會有一鍵倒車功能。哎，你腳都沒動，你就倒車了。而且啊 ，EV-C1 還比一般的電動機車多了省力牽車模式。省力牽車模式，有沒有看到啊？方向燈的左側，我按下去之後，你也沒吹油門，它就往前了。是的，很方便呢，它真的很智慧哎。對，說到智慧啊，這輛車如果要發動它的話，是使用智慧鑰匙卡片，貼着就可以啟動了。另外還擁有超級省力的中柱，所以我立起來也比許多的車款還要來得輕鬆。哦，好，那接着上車吧。吃冰了。不過天氣好像越來越熱了，有點想脫外套。我也要。我發現它後座其實蠻大的哎，我自己就是有一個位置的感覺，我們就不用互相搶對方的椅墊了。是沒錯啦，在騎乘的過程當中，這輛車另外一大優勢莫過於寧靜致遠。想說奇怪，它為什麼都沒有像其他電動機車一種刷刷聲音？它其實非常的安靜哎。這個主要有2點，第一點就是電動機車因為沒有引擎，
排氣管的聲浪，所以騎乘下來就會相對比較安靜。那在進入市區啊、巷弄裡面，也比較不會打擾到附近的居民。追求的就是不會對別人造成妨礙。但是我們又坐得很舒服、騎得很開心的車款嗎？對啊。那另外，之所以其他的電動車會有刷刷的聲音，是因為他們都是採用鏈條傳動。可是呢，這一輛 EV-C1 採用的是 GATS 高張力碳纖維複合皮帶。除了噪音會比較小之外，本身皮帶的重量可以減輕18%，並且提高31.5%的耐用度。當然啊，使用這樣子的材料成本就會增加，可是這個就非常符合旗艦型車款的設定。騎乘的過程不但有最高的品質，靜悄悄，騎乘的品質當然就大幅提升。難怪你說它真的很適合長途旅程呢。這是要帶你吃的巷弄美食，就在五妃廟的正對面。哦，我剛剛想說要去裡面吃美食嗎？沒有。哦，在正對面。對，你是說那一間小間看起來很溫馨的豆腐冰？因為五妃廟附近就是台南大學。沒錯。那我以前認識一個台南大學的妹子，她帶我來這邊吃的，所以是在她住的地方巷弄的美食。等於說我們其實就是來踩點妹子帶你來吃過的，是不是啊？又是妹子帶你来，你不能一個人來吃嗎？就是妹子带我來吃，才能感受到食物的甜蜜蜜嘛。好像也是哎。可是五妃廟对面，那你幹嘛要特別要叫五妃廟？因為它是重要的地標嘛，那我們就可以非常清楚的認知到它的所在位置。那五妃廟是一個非常有故事的地方，所以你來吃的時候呢，還可以稍微逛一下。尤其啊，它是明正時期林敬皇、朱柱貴在施琅攻打澎湖之後決定殉國，他的5個妃子就相繼跟隨自縊，就埋葬在這邊。之後呢，就在這裡蓋了這座廟。對啦，五妃廟這樣講，我大概就知道，因為它5個妃子嘛，蠻熟。可是不是你講說杏仁豆腐冰，我這樣會聯想，它是不是妃子們也吃過這樣的料理，所以才在對面，是嗎？你真的問了一個非常好的問題，是不是？當然沒有關係。我真的是。還不講快一點！如何？是不是吃到讓你有驚豔的感覺？停不下來，超好吃。我不知道可以做的這麼的綿密，但它好像杏仁跟抹茶是不一樣，對不對？对，不太一樣。這個超級軟嫩，你吃下去入口即化而且還會有非常濃郁的抹茶香味。對我有點驚豔到然後它再加上煉乳絕配，你這個也好好吃哦。我這個是單純加了芝麻醬，它的芝麻醬就是芝麻湯圓裡面的餡料。我覺得它就是研磨出來的，它每個芝麻都超濃郁兩個都好好吃哦。這個叫做黑白組合，是我特別會去挑的選擇。我剛本來想點芝麻醬，但我想說，都來到這邊了，點一些就是他們的紅豆啊、芝麻薏仁這樣，吃起來沒白啦。但我覺得它薏仁超好吃，它薏仁是煮了雖然有爛，但是它是帶有薏仁原本的那種口感，對，很特別，煮不爛用料不但非常的實在，而且你一開始會相中芝麻醬是非常聰明的選擇，因為在其他地方真的很少會吃到這樣子的配料。对啊，我覺得芝麻超特別的我已經聞到你那杏仁跟芝麻味道了，你先不要講話。好滿足哦！剛剛那個冰真的很好吃好想再吃完哦。對啊，就跟你講，隨便一間店家都是我的黑市嚴選，好不好？的確，這點我倒是不可否認。但我發現就是這樣子做了一段時間一開始其實蠻不習慣它這樣分離式坐墊設計。可是我真的做一段時間，我發現它非常柔軟，而且平整，不會滑來滑去。所以你就掌握了一個重點，這個也就是這一種豪旅的特色，有比较長的坐墊，如果要比較放鬆的騎乘都是可以辦到。但是呢，要舒適性，另外一個重點莫過於
這輛車它所採用的後避震設定，像這麼大的車窗，避震這是一定要的。它採用的是5段式可調后避震，除了可以進行更細膩的調校，發揮十足的穩定性，帶來很好的支撐效果，並且在路面比較顛簸的時候呢，吸震能耐也大而倍增。那你这樣騎下來也是蠻得心應手的呢。你看，開車也行，騎車也行，都是駕駛座的命。聽起來好像不太舒服，但說到厲害啦，我覺得這輛車讓我感到最棒的部分就是，身為電動機車，就是採用馬達驅動，在這樣子體格的車款，也可以具備相當程度的力道，起步的時候不會脫重，騎乘的輸出表現也有一定的水準。我覺得這一點就非常重要，因為它是採用 G2.2 鋁合金水冷永磁同步馬達，最大扭力是26牛頓米。並且具備10.3 PS 的最大馬力，這個數字在整個的騎乘過程很容易掌握出加速瞬間的操控感覺。那除此之外，在輕盈的油門、穩定的車身，非常放心的在駕駛這一輛有一點體格的電動機車，並不會覺得好像有太多的負擔。那另外有一點呢，也就是這輛車因為是旗艦座駕，所以原廠所給予的配置也相當的可觀。尤其輪胎身為安全操控的第一步，所採用的是 Michelin 的 City Grip Server 車胎，以國產車廠來講算是非常好的用料。騎乘的表現確實也是有目共睹。另外，所採用的 ABS 是 Bosch 的10.1 ABS 剎車系統。制動表現在水準之上。除此之外呢，因為身為電動機車嘛，這一輛 EV-C1 還導入了 SS 自駕電控核心，賦予了這輛車有更多的功能。像我們現在騎乘的模式哦，就是智慧模式。智慧模式，對，智慧、標準、競速3種行車模式，從這個地方呢就可以進行切換，甚至是競速模式。哇，很動感呢，有沒有？哇！瞬間扭力值就放大了。這個還只是其中之一哦。另外，它也具備了 TCS 防滑循跡系統，進入到一些路面沒有那麼好的路段，也可以擁有相當程度的穩定性。再加上長途行駛需要的定速巡航系統。只要我把這個功能打開，就可以維持一定的時速，這樣很方便哎。騎乘過程中感覺疲累度又會降低一些了。對啊，你就可以非常從容自在的騎乘，那也不會有太多的負擔。這個就是為什麼它可以說是換電體系當中的跑旅第一選擇。我跟你講，我真的覺得它超級適合上山又下海。其實可以騎去更多的地方，並不是只有在台南市裡面。這就是為什麼騎回台北都不是問題的問題。哇，真的耶，聽起來好令人興奮哦。那你可以載我去坐高鐵嗎？好豐盛哦，聞到我又餓了。時間到了嘛？哇塞！所以是不是要吃個下午茶墊墊肚子，再吃個溫體牛肉鍋？台南必吃啊！你沒有來吃溫體牛，你就不要說你來過台南。確實啦，來碗溫體牛肉湯不過是剛好而已。可是我們今天升級再加嘛，這個是紅品牛肉湯推出的溫體牛肉鍋，就是你邊煮邊喝，透過煮的每一塊牛肉，味道又更加的加成出來，对不对？對。那紅品牛肉湯呢？這間店也大概是20年前有人帶我來的。哇，等一下，又是哪一妹子帶你來吃的呢？不好意思，這次不是妹子，這是我之前認識一個在地青年旅社的老闆，找我來這邊吃，吃完就屌了。真的假的啦？從此之後呢，我牛肉湯都只認紅品，絕無分毫。這麼誇張？那溫體牛肉鍋呢，在層次上面會更加的進步，是因為可以更精準的進行控制。他們每一個人都有一個有洞的勺子。這不是煮蛤蜊的嗎？通常就是拿來煮蛤蜊呀、鵝啊之類的，對不對？對啊。當我把牛肉夾進去之後呢，依照我自己喜歡的手度，比如說汆燙上面，放到口中，讓它化開。對。很嫩到不行耶，而且很鮮甜，為什麼？這個就是溫體牛肉鍋獨特的魅力所在。我
我聽說還有另外一種吃法，是我可以用碗放入薑絲之後，把滾燙的湯直接倒下來。红品牛肉湯還有另外一個特色是，有別於其他的店家，它光牛肉就分4個等級，最入門的是精選，接着是五花牛。那我們這一次呢，桌上的是極品牛，在更高等級還有雙醬牛，另外牛雜3重奏，牛肚、牛心、牛肝，敢吃的話，你就會嘗到什麼叫做全牛宴般的美味。但如果不想要吃火鍋的話呢，還有鐵板牛以及滷牛肚，就還有一些熱炒類可以點。對，那如果不知道該怎麼選擇的話，那沒有關係，因為它有配好的，像我們這一次呢就是 B 套餐哦，是很方便的，選擇障礙人可以直接選。那我覺得稍微有點可惜，有一陣子我是去市政府那邊的分店。哦，另外一间分店。对，在2025年前阵子那邊頂浪，所以呢，我們就回到了永康創始店來用餐。而且红品牛肉湯還有獲得500碗的殊榮。你真的是剛吃的肉，我真的驚豔到了，真的，我要把它納入口袋裡。完食，很滿足哎！我覺得台南就是一個超級美食之都，就全台灣最多聚集地的美食地方就是台南，其實就會想要吃好多好多東西。先說我們這次住的飯店的早餐其實真的超級好吃，所以我個人也是從一開始吃到早餐，再到中餐點心。然後在晚餐，我每一樣我都覺得很驚豔。我覺得在台南這個地方，其實騎機車真的相當的方便，因為它的路有些地方還蠻小的，所以騎車最方便。像我們這次騎乘的這台 EV-C1，我個人是蠻喜歡的，因為我很在意機車的後座感受。椅墊真的是可圈可點大讚，整個是很平坦又很柔軟。那遇到顛簸的時候呢，它居然不會有晃動感，重點是它很靜音，所以有一段路程季節來的時候天氣很舒服，我差點就在後座睡着。這次的旅程我自己真心的很推薦，真的讓你感覺到哦，什麼叫做我家巷口那一間最好吃啊！好啦，我們該回去了，對不对？我覺得還有一點點時間。哪有？你要幹嘛？你想吃宵夜嗎？我不要。為什麼不要？來都來了。我不要，我很飽哎。南門路，我不有一間炸雞排，超級好吃。不用，真的不用，可以。我相信你是有潛力的，不要跑嘛！